是什么情况才能让一个亲生母亲抛弃自己的亲生女儿呢？因为妈妈欠下高利贷，小女孩只好被当作担保，抵押给了追债的大叔。妈妈打电话给大叔，第二天会拿钱赎他，把他接回家。可小女孩等了又等，就是见不到她的妈妈。于是小女孩恳求大叔帮忙找她的妈妈。 너네 엄마 한국에 없어. 돈 벌러 다시 중국에 갔어. 이제 너 싫어서 다시는 안 온대. 거짓말! 나도 안 보고. 다시라! 나 엄마 따라갈 거란 말이야! 大叔一把抱住女孩，眼里泛起泪花。听到这样，撕心裂肺的哭喊，是谁又能无动于衷呢？这是一部没有华丽包装、简单又富有人性故事的温情电影。 别说我没提醒你，记得要准备卫生纸哟。这位追高利贷的大叔看起来凶神恶煞，但其实却是个心肠非常软、温柔的人。他买热狗给小女孩吃，把车上的玩具给小女孩，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小女孩睡。看到有流浪汉要欺负小女孩，立刻把流浪汉踹倒。大叔并不想要绑架小女孩，他相信小女孩的妈妈会想尽一切办法筹钱，因为他相信世界上没有为了一点钱就把自己女儿丢掉的妈妈。 但小女孩的妈妈却迟迟没有出现。当大叔再见她时，已经被关在警局里。警察告诉大叔，小女孩的妈妈是非法滞留者，在前一天晚上被捕，马上就要被遣送回国。他要求要见你一面。小女孩的妈妈拜托大叔暂时照顾小女孩。过几天后，小女孩的大伯会联系他，把钱还给他，并把小女孩带走。最后，小女孩的妈妈 要大叔把一张照片和传呼机转交给小女孩，并要大叔骗小女孩说她妈妈出远门赚钱，有一天会回去接她。大叔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，他再一次心软。他找到了小女孩，并开车带她回家，把她妈妈的善意的谎言说给小女孩听。小女孩以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看了过来，大叔心虚的把头转了过去，不敢看小女孩的眼睛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眼前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可能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了。 小女孩非常懂事，她非常熟练的做家事，擦地板。听到脚步声，马上关掉电视，然后迎接大叔们。大叔很惊讶，他并没有让小女孩做家事。你今天很奇怪啊。小女孩没回答，只是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大叔。아저씨, 부산 가봤어요? 그래. 거기 가 있으면 엄마가 진짜 데리러 오는 거 맞아요? 原来小女孩这么努力，是想大叔带她去找到妈妈。不过一会儿，大叔接到 小女孩大伯的电话，大叔相似放下了担子，任务总算圆满落幕。但送走小女孩之前，大叔打算带着小女孩庆祝一下，给她留下一些美好回忆。大叔才发现，他不知道小女孩的名字，一直以来他就叫她担保。小女孩说自己叫程丽，还问大叔的名字。大叔说自己叫头石，小女孩笑大叔的名字，并要叫大叔改名叫程宝。大叔想了想，觉得还不错。 来到服饰店，想给她买衣服，但是太贵了，并带着小女孩离开。然后在折扣区给小女孩挑了件衣服。之后，小女孩说自己还有一个愿望，想在走之前看场演唱会。大叔不想花钱，但为了满足小女孩，他带着小女孩溜进去。小女孩非常满足。演唱会结束后，小女孩想买 CD 留恋，大叔觉得有点贵。可当工作人员误以为大叔是小女孩的贴心爸爸时，大叔马上从裤脚掏出袜子里的钱。 回家的路上，小女孩开心地抱住大叔，大叔不知所措的把小女孩推开，不要随随便便的抱别的男人。大叔为小女孩准备蛋糕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一别大概以后都不会见面。大叔和小女孩都对彼此有了感情。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，大叔给小女孩买了台 CD 机，希望她能用它听歌。小女孩跟着大伯走了，大叔故作镇定，非常舍不得的目送小女孩。小女孩走了，大叔的心情非常差。 并给小女孩的传呼机留言，他留了很多言，但小女孩都没回他，很担心。有一天，他终于接到小女孩的电话，但电话那头的小女孩却听起来非常的差。아저씨, 小女孩的状况不好，脸上有伤，声音哽咽，让人忍不住心疼。原来大伯把小女孩给卖了，他们不仅没让小女孩上学，还不停的使唤她，让她扫地、清垃圾、洗厕所。有一天，小女孩被叫去打扫包房。 他不小心被玻璃伤到脸，血流不止。他医生也没去看，只是简单的处理。他忍不住并打给大叔，告诉他的地址。大叔挂了电话，连夜开车，终于到了小女孩所说的地址。看到了小女孩，他非常心疼与愤怒。他让小女孩后退，然后把玻璃打碎，把小女孩带回家。回去的路上，
小女孩用袖子擦着大叔的血。大叔让小女孩躺下，让小女孩睡一个久违安心的觉。大叔决定对小女孩负责，第一件事就是上学。但因为小女孩是非法滞留，所以不能接受教育，除非大叔成为小女孩的爸爸。小女孩跑了出去，因为她相信妈妈有一天会来接她。最后在大叔的说服下，小女孩同意了。她开始上学，交朋友。她非常聪明，常考100分。小女孩会把生活的点点滴滴放在盒子里。小女孩长大了，变得亭亭玉立，考进了名校。但她从来没叫大叔爸爸。某一天，大叔突然接到电话，是小女孩的外婆打来的，说她妈妈已病重，想见女儿一面。小女孩并没有怪妈妈，他们抱在一起，痛哭流涕。大叔关上了门，不想打扰他们团聚的时光。离别时，小女孩的妈妈说她时日不多，希望大叔能找到抛弃他们母女小女孩的亲生爸爸，让他们相认。大叔答应。女孩的母亲打开了盒子，原来小女孩当时准备这盒子，是想让她妈妈也能参与她的成长。她妈妈看到优异的成绩，非常欣慰。里面还放了他们母女以前的合照。合照依然在，但现在却面目全非，已回不到从前。另一边，女孩看到大叔的鞋子旧了，就跑去打工买鞋子给他。终于存够钱买了鞋子。女孩小心翼翼地把鞋子放好，非常期待大叔看到新鞋的表情。大叔终于找到小女孩的爸爸，而他已经有别的家庭。大叔要女孩和他亲生爸爸见面，帮他的妈妈完成最后心愿。而大叔不想打扰，而离开。他回到家里，看着女孩小时候的照片，他知道女孩可能会回到他亲生爸爸的身边，而离开他。当他还在回忆从前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。여보세요。아빠。这是小女孩第一次叫爸爸。아빠。안 들려？ 승희야。 아니, 그냥 혼자 두고 가버리면 어떡해. 아빠가 데려다 줬음. 데리러도 와야지. 그래, 너 어디야? 아까 거기야? 너 어디 꼼짝하지 말고 거기 있어. 아빠, 빨리 와。 但女孩并没有等到大叔，大叔就这么消失了。而大叔也确实兴高采烈地带着 CD 机出去接女孩。到底途中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就过了10年，而女孩就这么找了10年。她再次去警察局询问，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大叔正在一个疗养院，与其说是疗养院，它比较像精神病院，被关了起来。原来大叔当年去接女孩时，路上发生了意外，大叔也从此失去记忆。他只记得2个名字，甘宝和朴成宝。女孩终于见到大叔，但她已经认不出女孩。当女孩说出担保时，他掏出他买给小女孩 CD 机，要把它交给女孩。女孩终于能为大叔穿上鞋子。女孩发现了大叔裤脚的存折，那存折记录了不止他从小大大小小的开销，同时也记录了大叔对他一生的付出与恩情。这故事提醒我们，不是全部的亲情是建立在血缘关系，而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更宝贵。解说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喜欢的话请订阅哟。